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这位奸臣呢，我估计不少熟读《水浒》的朋友都会非常熟悉。这个奸臣就是北宋年间的高俅。那么说高俅呢，看过《水浒》的朋友都会想起来，在这个当时北宋末年呢，四大奸臣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人当中，直接跟梁山好汉交锋过的就是童贯和高俅。后来梁山好汉是3败高俅，2破童贯。那么高俅呢，也是最恨梁山好汉，也是陷害梁山好汉次数最多的当朝的奸臣。那么这个高俅官当到多大呢？当到都太尉，管这个80万禁军。也就是说，从兵权上来讲，高俅是最大的当时。那么高俅，有人说他这个发家历史啊，应该算是中国这些奸臣里边很独特的。高俅原来出身很低贱，是个小混混。那么高俅从个小混混、市井流氓混到这么高的位置，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的运气特别好。高俅呢，本来就是这个东京汴梁人，就现在河南开封人。那时候是北宋的都城。再不就踢球，那会儿有足球吗？哎，说到这一点，高俅有一点跟所有人不一样的，他可以称得上中国足球的第一代球星。那这个足球叫什么？叫蹴鞠。高俅当年玩这个玩得好，整天没事游手好闲，把他爸爸给气的。他爸本来希望他学门手艺，结果天天这样，他爸爸一来气，把他告上官府了。结果当时这个开封府那阵当然不是包龙图了，不是包公展馆了，给判个什么忤逆不孝，击杖30，发配充军，就是打你30大板，然后给你发配到老少边穷地区。就这么的把高俅就给发配走了。他也命挺好，发配了没3年，正赶上皇帝天下大赦免，他又回来了。回来了也不跟他爹联系了，自个儿呢在这个开封汴梁府琢磨，我干点什么呢？哎，他认识一个药材商，而且高俅有一点识文断字，字写的还不错，帮着苏东坡呀抄一抄这个笔记呀，那个诗作呀。苏东坡说他草札颇工，带着礼物到端王赵佶的府上。正赶上赵佶在家里干嘛呢？踢球玩。这个赵佶也是个蹴鞠爱好者，喜欢踢球。这么着吧，你也别走了，我跟你主子说，就这么的给这个都太尉王显回封信，意思你来送的礼呀，我收下了，这人我也收下了，好踢球我得留他。就这么的把高俅留身边了。留身边，你想这球踢得好，这伺候王爷溜须拍马的，哎呦，这个端王赵佶特喜欢他。没过2年，你看从一个小混混流氓接到当朝都太尉，高俅太幸运了。我们说这种事情，开国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可能出现，等到太平盛世或者是衰朽之年的时候，基本不可能，因为阶层都固化了。那你想高俅从那个位置上来的，咱这么说，他真正有治理军队的能耐吗？肯定不行。说边干边学吧，那不就把朝政弄得乱七八糟了？我说宋徽宗有一点识人不明，这高俅是聪明人不讲，可是他没有管军队经验，你让他管80万禁军，这不等于把自个儿的这个身家性命拖到他身上了。后来我们也知道，让高俅给管的，金兵打下开封的时候，所谓80万禁军跟金兵打仗不差一级，迅速就被拿下了。你就说北宋这个那么快就灭亡了，其实跟这禁军不利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这个还不光是你不会带兵，你重用能人也无所谓。可是偏偏呢，高俅嫉贤妒能，干了不少这类的事儿。你比方说咱们看过《水浒》的朋友都知道，首先上任了，先把80万禁军一个叫林冲给撵跑。跟林冲本来没什么个人恩怨，可是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看上林冲媳妇儿了。咱们有个片子叫什么水浒传之英雄本色，因为我是徐锦江、梁家辉、王祖贤演的，王祖贤演林冲他老婆，挺漂亮。
高衙内就看上了，看上几番调戏不成，林冲在那一看，这还了得，就要教训高衙内。后来忍气吞声忍了，高衙内就没得手，高衙内回来就跟自个儿爹打滚放火的。高俅也不明白怎么事啊，就要替儿子出气，就要整林冲。这听说林冲有一口宝刀，我要看看，你到我府上来吧。林冲也不知实际，带着这把刀就到了高俅府上，从人给他领到大厅外边让他等着，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林冲就抱这刀进大厅里。再抬头一看，中堂上挂着那牌匾，吓坏了，4个字：白虎节堂。什么是白虎节堂？相当于现在中央军委的核心司令部。说白了，你这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你私闯这个地方还了得，而且还带口刀干嘛？要刺杀朝廷命官，刺杀本太尉不成？高俅就以这个把林冲拿下，然后刺配沧州。那么高俅害梁山好汉，这是单个的，到后来是集体陷害。怎么集体陷害呢？他跟朝廷说，梁山伯宋江领108将在这闹事，我去平他，结果被梁山好汉设计给抓上山了。抓上山，宋江呢说他是投降派也不假。宋江说这个有这么个机会，咱们抓住这么大官来，咱别动，让他做引荐人，咱把他放了。我们忠心不负朝廷，希望朝廷能招安。给高俅吓得当时就怕上山给他宰了，林冲那边拿刀就往进冲，就这么把高俅放了。高俅也答应说招安事。回去高俅琢磨这事儿呢，就坏。他跟宋徽宗建议，这样你呀可以招安宋江，让宋江带人打谁？打方腊。我们说宋江反是在山东，方腊反是在浙江，就现在杭州这边。让宋江打方腊，第一个显得朝廷信任宋江，第二个呢，让他们两虎相争，以道制道，最好互相都灭了才好呢。就这么着，宋江无奈啊，下山了，受招安了，然后带着大兵去打方腊去。我们说《水浒》里写征方腊，损兵折将，梁山伯好汉折损大半。所以梁山伯好汉经过那一次元气大伤，想再恢复当时鼎盛不可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胜仗回来了，封官的封官啊，这个封地的封地，高俅很嫉妒，使坏，先把卢俊义呢从泸州招回来，赐他酒喝，这酒里有慢性毒药，说白了就是水银。宋江喝完不对劲儿，但是宋江也觉得不行，我也不能反朝廷，怕他死之后李逵反，把李逵招来，李逵也喝了药酒，一块死了。有人说高俅这么坏，怎么能干这事儿呢？第一个收买民心，你看我提议这事儿的，好像不是我害宋江的啊，别找我，不是我害他的，我对他好着呢。第二个，他害了这些人，他心里能安吗？说白了，他在疑神疑鬼的，天天做梦都做噩梦，所以立一个庙烧，给宋江烧香。哎呀，别来找我来呀，咱们鬼魂不要找我索命啊！这是高俅以仇自保。那么有的人说呢，这施耐庵写着《水浒》不好，怎么的呢？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净说高俅啊、童贯这些人坏话。那皇帝呢？其实各位有所不知，这施耐庵生在封建社会，哪敢随便写笔骂皇上啊？只能取笔通过说高俅他们来影射这皇上不好。其实大伙不妨仔细琢磨琢磨，昏君和贪官跟奸臣的关系。这个世上如果没有昏君，哪来的贪官？哪来的奸臣？所以你要说高俅怎么不对，根在谁呢？还在宋徽宗呢。中国历史上数得出来的几大奸臣。那么说到奸臣呢，恐怕咱们大多数观众朋友脑海里会先想到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秦桧。为什么呢？当年呢，刘兰芳老师播讲这个《岳飞传》，我实在是深入人心，我们打小时候就听，所以几乎呢，全国上下呀，这老百姓形成个共识，就从《岳飞传》里得出来的。说这秦桧啊，不被这个金国人给抓过去了吗？完了之后，金国人给他荣华富贵，又把他放回来，他就当这个完颜无朱的啊，这些人的这个奸细。回到南宋之后呢，
在里边呢，就给人家这个金国人服务。本来岳飞呢都要直捣黄龙府，要把徽钦二帝给接回来了。这个时候秦桧呢妖言蛊惑宋高宗赵构，12道金牌把岳飞追回来，然后没什么罪名可安呢，加个莫须有3个字，结果就把岳飞弄死到风波亭了。我小时候听这段评书说岳飞死了，我当时都哭了，恨透秦桧了。这是其实带有这样一种朴素感情的老百姓不少。你看我后来到杭州发现，杭州有种食品叫葱包烩，就是这葱啊，什么面饼啊，里头包油条什么的，最后扔到锅里头一炸，也叫油炸烩。还有人说这油条不是秦桧，什么毛花？为什么说毛花秦桧呢？两股绳领着似的，这一股是秦桧，那一股是王氏。说这两口子算遗臭万年了，弄到一块炸油锅炸了。反正民间对这个秦桧啊，可以说是一句好话都没有。你只要一提秦桧，败类的、奸细、什么奸臣，遗臭万年。你到杭州你看看，你也是岳庙，我去过多少回了。门口一副对联叫“正邪自古同兵叛”，下联叫“虎欲于今叛伪真”，意思这个岳飞啊和秦桧这些奸臣势不两立。里头还有副对子叫“青山有幸埋宗骨”，下联是“白铁无辜铸佞臣”。什么叫白铁无辜铸佞臣呢？里头呢有秦桧两口子的画像，就是那铜像跪到那个岳飞雕像跟前，给岳飞跪上，所有游人走过这儿都是吐一吐痰，吐到这个秦桧和王氏身上，表达对这两口子憎恶。还有的民间传说里有意思，说这个你看这鸡小鸡的脑子长得像什么呢？像一个人跪在那儿，说这就秦桧。这怎么是秦桧呢？是当年呢岳飞死之后，岳飞有个把兄弟叫施权，刺杀秦桧没成，说把秦桧当时吓得没地方跑了，跑到这鸡脑子里边去了，就成那么小人了。所以你看咱老百姓养鸡的时候轰鸡都这意思，施权的施，一说这施，这鸡一听吓坏了，要刺杀他，赶紧就跑了。反正像这些民间传说，你看看，虽然无根无据，可是表达了老百姓一种爱憎。那么我刚才说这些，不管是典故也好啊，民间传说也好啊，还是传统下来的一些食品也好，都反映了大伙对秦桧啊恨之入骨。那么说历史上这个秦桧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呢？跟大伙说，奸臣2字他是扣定了，跑不了了。诬陷岳飞，直至杀害岳飞，这是秦桧历史上不可磨灭的这么一个罪证。谁也不能从这点来说给秦桧开脱，说他怎么地什么的，这点是早使了。但是咱们说秦桧给金国当奸细啊，又什么下作呀、无耻之类的，有好多地方是夹杂着我们个人的爱憎情绪。真实的历史很值得我们琢磨。咱们今天正好有这功夫，给大伙儿咱就说说历史上真实这个秦桧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一点，咱们说秦桧这个人是个很有才学的人。怎么有才学呢？咱们大伙儿有时候经常有的在报社工作过，在出版社工作，知道吧？咱们字体里头有一个字体叫宋体，这宋体字是谁发明的呢？秦桧发明的。你看咱们有不少这个字体啊，《真草隶传》里头，比方说颜体字、流体字，这些都有名号。唯独这宋体字是秦桧发明的，应该叫秦体字，可是后人太恨他了，不肯把这个字体啊发明权归他，就既然是南宋时期出现的，那就叫宋体字吧。所以秦桧有能耐，就是文化水平啊，还是这个学问各方面来讲都不差。他25岁的时候考上了状元，考上状元之后呢，给他任命的官呢叫太学学政，干什么呢？有点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督导员，就属于一般的这个管教育的干部。那么到了宋徽宗末年的时候，跟金国开仗的时候，
那么结果呢，金兵打过来，我们知道1127年，等于金灭了北宋，攻陷了东京汴梁城，把徽钦二帝呀这一窝都给掳走了。秦桧当时呢，作为朝臣呢，也被金国人给抓走了，当了俘虏了。那能好吗？你属于亡国奴啊！秦桧跟他老婆王氏分配给这个当官的当奴隶，就反正什么脏活累活都得你干的，这是。反正两口在那儿吃了不少苦。可是后来啊，我们说这个金国人呢，也爱惜人才。当时金国有几个大官啊，管理他们这帮奴隶，就发现了，说这个秦桧怎么着，原先是北宋的状元，确实有文化。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这金国人也其实对于汉人的文化还挺向往。说这么着吧，你呀别干粗活了，你伺候一个大官去，你给他抄抄写写，你两口子都去。这大官叫什么呢？叫塔赖，这是金国一个大官，你伺候他去，就不让他干粗活了。就这么着，秦桧两口子呢，就到了塔赖府上呢，给抄抄写写的，干点杂活，这是没有重活了。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岳飞跟金兀术开仗的时候。那么当时啊，这个金兵吃了岳飞不少亏，也死了不少人，所以有的从前线回来的金兵就恨汉人，恨无及无，就看着秦桧不顺眼，经常找他麻烦。有的当兵回来，甚至看秦桧他老婆王氏长得漂亮，还想非礼呢。结果有一回把秦桧惹急了，这不惹了祸了吗？秦桧半夜带着老婆就跑了，跑到南宋地界去了，就到了杭州。他是前朝的状元呢，不少人都知道他。就这么，宋高宗赵构当时偏安于杭州这块，正想着身边没有人辅佐，没有个明白人呢，一看他来了，太好了，从此重用秦桧。有人说你这不对呀，说你怎么知道他那头杀了人，怎么的是不行？他自个儿编的，他不行。那边说你回去给我们当奸细啊。其实这段历史晦暗不明。那么以当时金国的实力呢，就那个时候不用里应外合的话，金国他有个长远目标，也是要暂时跟南宋划江而治，暂时求和，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打过去。如果他真想用秦桧呢过去做奸细的话呢，得说这招棋埋得非常阴。而且他从秦桧自己来讲呢，他本身就是大宋的人，你把他放过去，你怎么知道他能给金国效力呢？所以这个在逻辑上是很难说得通的。所以我感觉从历史正常角度来讲，秦桧并不一定是金国派来的奸细。有人说那他不是金国派来的奸细，怎么把岳飞弄死了？这南宋让他祸害成那样。我认为这是什么？这是秦桧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怎么叫自我保护呢？咱们首先一个不能把这个害死岳飞的锅推到秦桧身上。我认为害死岳飞主要是宋高宗赵构，秦桧充其量就是个帮凶。为什么呢？我们说岳飞能耐大，经常打胜仗。那么当时岳飞打胜仗，他有一个目的吗？叫直捣黄龙府与驻军通营耳。就我一直倒到金兵老巢去，要把徽钦二帝迎回来，因为国军让人掳走了，多耻辱啊！可是大家想没想过，徽钦二帝回来了，宋高宗赵构往哪摆啊？他还能当皇上了吗？那不得让位给徽钦二帝啊，随便让一个。所以宋高宗赵构好不容易当上皇上了，他能愿意把这皇位让出去吗？所以岳飞越是有能耐，越是能打胜仗，这高宗越害怕。高宗不想着什么收复失地，直捣黄龙，我只想着我在临安呢好好当我的皇上。所以你岳飞这么干，等于直接威胁到他利益。再一个，当时南宋啊国力非常弱，你这岳飞要打仗呢，说白了岳飞也好打仗，就跟巴顿将军似的。他这么不停的打仗，本身也使南宋虚弱的国力更加虚弱，穷兵黩武。所以从历史角度来看呢，想打败金国恐怕是个持久战。
那么岳飞这么长年累月的打仗，即使最后能够倒到金国那去，那么南宋的国力会是什么样呢？这都很难讲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岳飞要把徽钦二帝迎回来，这一点直接戳到宋高宗赵构的肺管子上了，赵构不干。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一条既得利益的船上，秦桧跟他站在一块儿了。为什么呢？你秦桧当朝宰相，那么得高宗宠爱，要换个皇上的话，他这权势可能就没了，所以他也不愿意徽钦二帝回来。那么当然我们说了，他有这种尖锐冲突，他也不应该害死岳飞。岳飞毕竟是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这只能说秦桧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心黑。但是他一开始出于个人利益角度考虑，我们推断真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金国的奸细。有人说他卖国求荣，怎么卖国怎么求荣呢？他能荣到哪儿去？大伙想想，他已经是南宋的宰相了，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再求荣能求到哪儿去？不可能当南宋皇帝，也不可能到金国去当皇上去，那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系列举动不是卖国求荣，不是想自己更进一步，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眼前利益不受损害。所以他出了毒计，12道金牌把岳飞追回来，害死在风波亭。当然我们说像岳飞这样的朝廷以让为栋梁的，不可能是秦桧一句话跟什么莫奇谢、罗汝吉啊，跟王氏商量商量就把这个岳飞弄死了，这必是高宗点了头啊。所以咱们有的人说这个，哎呀，这贪官不好，奸臣不好啊，其实那根儿都在昏君那是，没有昏君哪来的奸臣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应该体会到，我们要按照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在那个历史阶段，他这种选择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其实我们只要从利益两个字来解析奸臣的价值取向，好多事情都能说明白。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绝对的坏人。而且我们看后来呢，这个秦桧跟高宗皇帝之间这关系也就是那么回事，在一条利益的大船上呢，互相利用。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这种利益关系也会出现分化。因为秦桧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能够子子孙孙传下去，确实是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他把他儿子呢提成枢密使，说白了他管行政，他儿子管军事，都给包了。那时间长了，高宗皇帝他也不是傻透气了，他也知道这朝廷这样我不让人捏出来吗？他也不满意。那么秦桧咱们过去说恶人有恶报，他有恶报吗？秦桧还真是寿终正寝的。临死之前呢，这身子骨弱嘛，秦桧就想，我死之后啊，高宗赵构不知对我家人如何呀？就这么着，他托病不出的时候呢，高宗赵构来看他。来看他的时候，秦桧就告诉自个儿子，你呀，赵构出去，你给他跪下，你问他点事儿，这么的。好，高宗赵构到他家里一看秦桧真要死了，高宗心里挺高兴，这老东西也该死了。虚情假意说两句客气话，从家里出来了，走到门外，秦桧儿子给跪下了，皇上，我有一件事问你，就是我爹死了之后啊，他这位置是不是我接着当？赵构说，这等国家大事哪能在这个场合说呢？等过一阵吧，我再研究研究。儿子不干了，一个劲儿磕头，说您这话不说呀，我们全家老少心里难安呐，我能不能接我爹班？赵构说好，我回到宫里我就下圣旨，你等着吧。回去之后下到圣旨，怎么封秦桧为健康郡王，封他为王了。后边俩字致仕，什么叫致仕？这就文词，意思退休。下边封你儿子为少师，致仕啥意思？你也退，你也给我滚蛋了。这就明摆着等于你秦桧不要死了吗？树倒猢狲散，你家里人我不再录用。结果这道圣旨下来，当天晚上秦桧就咽气了，他儿子哭哭啼啼，也感觉末日来临了。
但是后来高宗赵构还真没收拾儿子，让他儿子呢颐养天年去吧，反正我就不用你了。所以你从这下场来讲，秦桧爷俩那比岳飞好多了。所以你这么一对比，后人一看这种情况，你说这个这个坏人颐养天年，好人倒命不长，你大家能不恨吗？而且当时那种情况确实，南宋有很多杰出的将领，你像张俊呢，像韩世忠，像岳飞啊，本来在军事上有这实力，跟金国一较胸长，结果这个秦桧把岳飞给杀了，那些武将也不敢出头了。那么后来直接造成南宋汉族的血脉到那儿就断了。后边你看辽金元一打仗，最后少数民族呢成了这个中原大地的统治者。所以以汉族为正统的这些人呢，一想起这个事儿，就觉得这责任赖谁呀？当初要岳飞把金国打败了，你后边什么元呢，什么都不可能进来，那么不还是我们汉族的天下吗？那么从这种相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呢，使很多人更加痛恨陷害岳飞的秦桧，所以把秦桧呢弄成了千古第一奸臣。我们说秦桧奸臣不假，但是并没有民间传说当中评书里写的那么坏，那么十恶不赦。在台湾乐坛呢，有这么姐弟俩人，被称为常青树。这两个人呢，很多音乐迷一想到他们俩呀，首先就会想到这姐俩太有个性了。你说这弟弟吧，长头发，始终穿个皮夹克，下身这裤子啊绷得紧紧蹬蹬的。这姐姐呢更有个性，上台啊穿拖鞋，不穿什么皮鞋，头发呢跟那扫帚似的，身上就跟披俩被单就出来了似的。当然这是开玩笑，这姐俩是谁呢？咱们好多人都说，姐姐叫齐豫，弟弟叫齐秦。齐豫呢，咱们好多听他歌的朋友啊，都可能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因为齐豫在生活当中啊非常低调，没事呢躲在家里头看看书，听听歌，写点东西，很少跟外界有接触。所以你像台湾那些个歌星啊，我们看是这个，你像包括他弟弟齐秦啊，你再像蔡琴这样，经常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可是齐豫出来的时候非常少。那么我们了解齐豫呢，恐怕要从一首歌上说起。这首歌基本上是家喻户晓，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叫橄榄树。这个歌应该说是齐豫到现在为止在大陆最出名的一首歌，就是这橄榄树。那么这个歌出名，除了跟齐豫本身天籁天使一般的声音有关以外，主要是这首歌本身还有一些故事，有一些传奇。它和我们以前节目里说过的一位才女关系特别密切，三毛。齐豫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乐坛呢很有名的一个腕儿了。他的老师呢叫李泰祥，有一天这李泰祥呢就领了一个女作家来见齐豫，就说好了双方要合作，这女作家有些传奇经历，要写点歌词，你看你把它弄下来，你给唱，咱们给谱曲，他出词儿。这个女作家就是三毛。当时的三毛呢是什么状态呢？她那个丈夫荷西，那外国丈夫已经死了。三毛当时呢周游世界，从撒哈拉沙漠回来，可以说带着一身的疲倦感伤，想把人生这些经历写下来。当时他出了很多散文集子，可是他觉得还不够，觉得自己这种优美的文字呢应该插上音乐的翅膀，才能够得到永恒。所以三毛当时就选择说，台湾唱歌谁唱得好啊？他比较欣赏两个人，一个是齐豫，一个是潘越云，认为他们的声音是天籁之音，所以他先找到了齐豫。他跟齐豫的老师李泰祥关系好，可是齐豫第一次见三毛，两个人年龄差了10来岁，那时候三毛已经30多岁了，齐豫呢才20多岁。当时齐豫第一眼看三毛啊，有点不太舒服，说这个女人说话怎么
尖声尖嗓的，这么能装呢，显得很做作。他不大喜欢三毛，可是看了三毛拿过来这些词，齐豫被打动。这文字太优美了，这又不是对人生有深刻的感悟，不是经历了一些情海的大风大浪，恐怕很难有这样优美的词汇。而且这些词汇不是那种绚烂之极，而是用绚烂回归平淡的那种安详安静。而这一点呢，跟齐豫本身的性格呢又密切相关。所以当时齐豫跟三毛一拍即合，而且后来越处越好，成了莫逆之交两个人。那么当时三毛拿过来第一首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哎，这个是橄榄树的歌词。当时经过齐豫一演绎，三毛听绝了。那么齐豫呢，他是怎么走上这条音乐道路呢？除了他的天分以外，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他弟弟齐秦，恐怕他后来这条道能走多长都是个问题。齐豫从天性来讲呢，是个随遇而安的，我干这也行，干那也行，这个也中，那也凑合，他就没有那种特别强烈的我一定要怎么样。齐豫小的时候呢，家境一般，孩子挺多，家里边他父亲呢不是太顾家，他母亲呢天天打牌打麻将，后来他父母呢他移民走了，所以齐豫当时呢在学校的时候呢也很自立，但他天性就比较淡薄。他小的时候别的女孩子，你比方说要穿花花绿绿的衣服，他一般不选择，他总是呢随便在肩上披个什么东西就当做装饰，经常一块红布配一块黄布就出去了，他披着，他爸爸都笑他，张天师要出门了，跟老道似的，背着就出去了。他对打扮自个儿不是特别的在意。那么什么样的事情最后在生命里极大的刺激他？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而且唱也在学校唱出点名。可是这个时候他迫不得已要肩负一种责任，他要通过唱歌呢来赚一点钱。为什么呢？他弟弟齐秦出事了，他要通过唱歌呢来赚一点钱。为什么呢？他弟弟齐秦出事了。齐秦小的时候，说白了在初中那个时候基本就是个不听话的这个小混混古惑仔，结果呢把人给打伤了，最后呢把他送进感化院。感化院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就是少管所，有点劳教的性质，在里边不能随便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齐豫一看弟弟在里边，家里还使不上，父母都不在身边，他就想尽可能的多赚点钱了，让齐秦在里边待得好一点。齐秦在里边很苦闷呐，齐豫每次学校到周末放假都要坐火车到齐秦那儿陪弟弟聊天，就怕在里头想不开。他发现他弟弟很有音乐天赋呢，就想我给你弄一把吉他吧。那这吉他在台湾呢，尤其是比较好的那种吉他，一般人还买不起呢。齐豫呢就努力的灌制唱片，最后花了8000台币给齐秦买一个顶级的吉他。8000台币多少钱呢？8000台币大致于相当于当时人民币的3000多块钱。齐秦呢就成了齐豫生活当中的一个主要支柱，就是为了自个儿弟弟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所以可以说齐秦后来讲没有我姐姐就没有我今天，因为确实齐秦后来2年感化院生活结束之后呢，不知道该干什么，这有前科呀，也是齐豫拉着他进入到演艺圈。所以你看起来呢，齐秦的一步一步呢他姐带着他。可是齐豫后来说如果我没有我弟弟这件事，我可能我就不知道干什么。包括后来齐豫在歌坛很火了，出专辑都火了，谁都认为他会继续高歌猛进。可是没想到呢，齐豫跑到美国念了2年硕士。就是齐豫觉得你看我该干什么呢？我爸爸说了，说你最好是学历高点，那我就念书去。就是他是随遇而安，几乎无欲无求，非常淡泊。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性格呢，他的声音才如此剔透，他完全是用感觉来驾驭声音，而不是为了你这歌我要改变我什么嗓音，他不管，我就这样。你让我穿高跟鞋不行，我受不了。有的时候经纪人说你这个事能大赚特赚，你这个专辑不行，我要歇2天。就他好像人生啊没有什么自己需要很努力很激烈追求的。可是齐秦就不一样，
齐秦我们知道，你看他从唱的《郎一郎二》，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得不到的那种惆怅。我要追寻，我要努力，什么9个太阳啊，无情的你，无情的你啊，什么花季啊，冬雨啊，狂流啊，都是那种感情世界或者物质世界或者精神世界得不到满足之后那种激烈的抗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这是齐秦歌。可是你听齐豫的歌里头，淡泊悠然闲适，你感觉不出很激烈的东西。包括后来他在90年罗大佑作词作曲那个《衣锦还乡》电影的主题曲《船歌》，这个歌当时反映了江南的那种风光，是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民谣，仿佛你听歌的人都有这感觉。我坐在船上轻轻的划着船，在这水乡来来回回的游荡。齐豫特别适合演绎这种歌。那么我们看这个结了，我们说天底下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性格一样的，可是齐豫跟齐秦呢2个人之间这个反差更大。我们说天底下兄弟姐妹之间没有性格一样的，可是齐豫跟齐秦呢2个人之间这个反差更大。这个反差像什么呢？我就想起了西哲说过那么一句话，西方的哲学家讲说，人生有2种悲哀，一种是得到了，一种是得不到。得不到你悲哀，可得到了之后觉得这也没什么意思。我们感觉好像齐秦包括到了现在50多岁年龄都是一种得不到的悲哀。你看他感情世界里边跟王祖贤折腾那么多年，最后眼看要结婚了还没结婚得了。所以齐秦始终很激烈，处在一种得不到的状态。而齐豫呢，他的欲望很低，似乎所有的要求都得到满足。而这种得到呢，他也有一种淡淡的悲哀。所以2个人一个是得到的悲哀，一个是得不到的悲哀。所以你看齐豫的好多歌里头，我们能听得出空灵，基本都是那种哀伤，那种抗争，那种不顺，那种不如意。可是当人到中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些歌的时候，我发现齐豫的歌，你比方说橄榄树，重听别有味道。齐豫自己也说，我所谓的流浪，为什么流浪远方，不是像三毛那样物质世界里到处流浪，我是在精神世界里流浪。我的思绪呢，可能随着自己的感觉到处飘荡。我可以在家里坐着，但是我的魂整个金乌八极，心游万仞。所以当我们步入中年的时候，再从头听齐豫的橄榄树的时候，才体会到当时他那种意境。就人到中年了，淡看了好多事情的时候，物质世界的欲望已经降低的时候，你想在精神世界追求的时候，而又没有达到精神世界里绝对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就是齐豫这种状态。你的思绪很游移，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现在物质世界得到满足了，精神世界我要追寻什么呢？可能今天是这样一种状态，明天是那样一种状态。就类似于弘一法师的徒弟丰子恺解说人生的3种境界。第一种是在1楼物质世界，有吃有喝就可以了。第2楼精神世界，要追求精神上的创造。第3楼是宗教境界，就是人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我为什么要来，我要走向哪里。那么绝大多数人都处在这种第2种境界，看着3楼很留恋3楼那种状态啊，多缥缈啊，人生的究竟，但是又怕青灯古佛的孤寂，又留恋2楼这种时尚软红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精神世界的追求者呢，经常是把着2楼的楼梯偶尔往3楼看一看，很难真正登上去。而齐豫橄榄树的境界，在我理解就是这种2楼半的境界，把着楼梯往3楼看，既向往3楼，又留恋1楼的一些东西。大家想想，我们人到中年，事业相对有点成就的人，大多数时候的精神状态是处在橄榄树的精神状态。你在追寻，但又不知道具体该追寻什么。